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陕西的咸阳。说后汉明帝时官兰台令史，这个后汉就是东汉。那么下面是个引号，这个资料是引自于《后汉书》的班固传，这个班彪传，就是班固的父亲。说《史记》自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避俗，不足以总记其书。这个班彪啊，认为太史公记《史记》就记到汉武帝的太初，那么后面就空在那儿了。那么后来有好多人根据收集一些时事，然后呢来这个继续这个历史的记载。不过呢，就是说不管行文或者格调都不够都跟不上太史公《史记》的这个风格。说彪乃记采前史一事，旁贯一文，作后传数十篇。所以班彪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程序司马迁记史的人的作品，所以呢他毅然跳出来这个一方面采集史事，一方面嘛也旁贯。这个旁其实就是我们写的这个旁这个另外呢也这个用了比较的不是正史的这个记事。说故因其父彪之业而作汉书。所以班固跟司马迁呢都一样，他们都出在史家他们家的传统就是职业，传统的职业就是史家。下面我们看说永元初，汉和帝永元初年，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故为中护军，欲参议，及窦宪败，故先作免官，遂死狱中，时年61。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就把班固作为中护军，欲参议，这个欲是参与，所以班固在窦宪的军中是能够参与决策的决策人物，所以他很重要。但是及窦宪败，故先作免官，这个作就是我们讲所谓的连坐。所以班固呢头先因为受连累的关系，所以免了官职。免了官职不至于要命啊，但是后来说遂死狱中，这个遂字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吧。所以现在呢我给同学印了部分的，因为班固传很长，重要的印给同学。同学请看我们那个2章《后汉书》。固字孟坚，年9岁，能主文。这个不读属读主。主也者知无主，主也者是连的意思。这个文呢不是文章，是文字，能够把文字串联起来好像珠珠把它用绳子串起来，可以变成了装饰品。那么这个呢把文字串联出来成为引人入胜的好文章。9岁的时候他就能够做文章了非常的早发说宋师傅及长遂博冠载籍。
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以他这个读书的范围很广啊，不是光读儒家啊或者是什么的，所学无常师啊，所以这个是反映上面，就是说九流十家他都读啊，所以他也不会执着于某一家的学问，所以他很宽广，很博，说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并不是说在那边一字一句的死抠啊，那么对于文章的这个大意也能够掌握。说性宽和容众，这个是他的个性，宽和容众，而且不以才能高人，这个一样的，这里又省了一个鱼字。但是这个鱼啊，很特别，它这个是一个比较的关系词，所以不以才，不因为个人读书博而通，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所以这个鱼字非常特别的，是比较的关系词。所以我们同学看这个已经，我们至少已经看了这个鱼已经3种了，3种用法了，所以这个文言文的我们觉得实词不难，查查字典就完了，但是虚字非常难以掌握的它到底是怎么个用法？所以呢，它的本性宽和容众不会跟人家斤斤计较、小气巴拉的。那么他不因为个人的才能而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所以也就是说他很谦所以这个人的个性照说我们觉得是很好啊，可是下场会变成那样，为什么？说我们请同学看702页上半的第2行，说即窦宪败，故先作免官。那就回家吃饭就好了嘛，这也没事啊，但是还是出了事。出事有出事的原因，所以事出必有因无风不起浪，事出必有因，一定有个原因的。那么这里什么原因？说故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令人苦之。出洛阳令，这个你认为就是种了。它是姓的时候，它读崇，很好，读崇，崇敬。说出洛阳令，崇敬常行故奴甘其车骑这个车最好读车你下棋的时候车马炮，你说车马炮这个就差了一点力推呼之，奴醉骂，竟大怒。未献不敢发，心咸之，及窦氏宾客皆待考，竟因此补系故，遂死狱中，时年61。问题就是因为班固也许研究学问，也许跟着窦宪到处嘛打仗什么，也不太怎么着家了，不太怎么在家里，所以呢家里呢的人就没有受了好的教育。你每一个人呢，就是说，除了你要对你自己负责之外，你还要对你的家人负责，不是吗？那么这里班固就是说，他不教学诸子，就出了问题，最后事情落到了他的身上。诸子多不遵法度，不守规矩，所以令人苦之。当时的公务员对他们这个班家就很伤脑筋，因为他们一定在外面怎么张狂、耍特权就是我们现在讲。所以出洛阳令这个崇敬常行。当初这个啷啷go，当初的时候，洛阳令这个崇敬曾经这个出行的时候，故奴甘其车骑。这个甘
触怒，这个触怒了这个县太爷啊，洛阳令呢，县太爷的县长的车马，所以力退乎之。那当然了，这个打狗也要看主人嘛，是不是？我们虽然是当差的，是差人，是底下人，但是我们的老爷是县长哎，开什么玩笑？你打狗你也要看一看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当然他们就是说也做了强烈的反应，但是奴最骂这一些奴才呀，就是班固的家里的吏人这个发酒疯所以这个竟大怒。但是呢，虽然非常非常的怒气冲冲，可是隐而未发。为什么？有顾忌，就是为县不敢发。这个县同学加个私名号，就是窦宪，因为害怕窦宪的权势，而班固在窦宪的军中是要角，所以呢，他们就我认倒霉了，是不是？谁叫你们家有权有势呢？奴才也了不起嘛，有人说。但是这种就是小人啊。我们觉得人生啊，就是说你要惹君子，因为君子他会当场跟你计较发作，他要跟你理论。小人不是，小人呢，他好咱们走着瞧，他给你记着，将来到了适当的时候，踹你一脚，捅你一下，你很受不了。所以心嫌之，这个嫌就是含恨，而心里面就给你这个记着这个仇，记仇。所以即都是宾客皆待考，这个待是逮捕，考是拷问。等到窦宪死了以后，他的那些班底那些那个角色就被逮下来拷问，而竟因此补系故。那凭什么班固就免了呢？这个班固也应该拿来拷问一下，是不是？凭什么他免了嘛？所以呢，也把他抓了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死在狱中。